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当两个人刚开始冲突时，对方话还没说完，你立刻说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以为这样能平息冲突，表现体贴，但奇怪的是，对方好像并不领情，反而更加冷漠，更加疏远。在那一时刻，你有点委屈，我已经道歉了呀，可你为什么还不原谅我？其实不是因为你道歉不够真诚，而是因为你道歉太快了。道歉太快，看似体贴，其实常常是一种情绪逃避。当关系里出现紧张，我们感到不安、内疚，恨不得赶快恢复平静，于是脱口而出一句对不起，仿佛这句话能立刻抹去冲突，让一切回到原点。但对方的感觉却是你根本没听我说完，你只想赶快结束这次不愉快的对话。于是道歉变成了一堵墙，而不是一座桥。心理学家苏 Johnson 曾经说过，关系里最重要的不是完美，而是可回应性。当一个人告诉你我受伤了，他真正想要的其实不只是那一句对不起，而是你能不能真的懂我为什么会痛。所以在道歉之前，我们更需要做的是让对方感觉被看见。怎么做到呢？用好奇心而不是防御心，靠近而不是辩解。比如你可以说，我想知道你怎么开始有这种感觉的？你觉得是什么触发了这种情绪？如果能再来一次，你希望我怎么回应？是不是这件事儿触发了你内心中很重要的部分？当你这样问，对方才会觉得你真的在乎我的感受，那一刻他的防备才会慢慢放下。真正的道歉不是为了让自己好受，而是为了让对方能感觉被尊重、被理解。你可以这样说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想到要伤害你，但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感到被忽视。下次我会注意，我不再那样回应了。短短几句话却包含了3个关键因素。第一，理解影响，不是我没错，而是我明白我的行为让你感到难受。第二，情感共鸣，不是解释，而是我理解你的感受。第三，行为承诺，不是空口答应，而是我要用行为去修复。而最重要的是，别让道歉只停留在嘴上，真正的修复不是在那一刻，而是在那之后你一次次兑现承诺的行为里。当然，这一切都不容易，尤其是当修复关系这件事儿总是由你一个人承担时。如果道歉、理解、包容总是单方面的，你会越来越累，甚至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太敏感、太多情了。但请记得，健康的关系永远是双向的，修复不该总是一个人死撑。别让你的懂事和体谅成为关系里最孤单的那部分。有时候对不起并不是结束，而是一场更深沟通的开始。它的意义不在于平息冲突，而在于重新建立连接。所以下一次当你忍不住想立刻道歉时，请先停一下，深呼吸，看着对方的眼睛，问自己，我真的明白他为什么难过吗？如果答案是还没有，那就先别急着说对不起，先听懂他的情绪，先理解他的感受。因为只有被理解的对不起，才会真正被看见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次见。